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又到了分享大牌包包什么值得买的环节了。今天这支影片呢，会包含巴黎世家最火的那个包款 ，GUCCI 的安克拉红包包， Dior 的2个新款，以及正亲门同款包包，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啊。那么在这支影片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先做一个声明哦，因为我是去别人店里面试包包，我不想打扰其他在买包的顾客，同时呢，我也觉得拍照这种事情尽可能低调快速会比较好，所以很多照片呢，光线和角度都比较奇怪啊，大家也请多见谅。另外那天呢，其实我是在等一个朋友的过程中，无意中去试的一些包款。那天我的打扮的比较休闲，和很多包包的风格呢，并不是非常的 match。那大家就关注包包本身就好了，忽略我的穿搭。好了，老规矩哦，所有能购买的单品链接呢，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大家只要点击摩尔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我也开通了海外购物群，在海外的朋友呢，只要加这个微信号 X 的 Jessica Shopping 就可以进群一起买了。那我们就开始了。首先第一款呢，就是 Balenciaga 最火的一款包包，叫做 Rodeo。这款包包呢，之前在他们的官网上架之后呢，一天就秒空哦。可想而知是有多么的热门。那这只包包呢，最早是出现在 Balenciaga 大秀上，那次大秀的主题呢叫做洛杉矶。这个包包的名字 Rodeo 呢，正是取自于在洛杉矶那个比弗利山庄那条著名的 Rodeo 大道，去过的朋友都知道，上面全部都是各种大牌精品店。这款包包呢，和 Balenciaga 其他的包款相比呢，没有很多的拉链啊，或者是铆钉啊，还有很夸张的设计，相对还是比较简约低调的。这个包包呢，看上去和爱马仕的 Kelly 有点像哦，因此也被称为 Kelly 柜体。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哦，上架就秒空。包包的风格呢，也是蛮多样化的，手上这样拿着就很简洁大方，很适合上班背，蛮有气场的。当然了，上面也可以挂上各种各样的包挂，那就是2024年最火的风格了。它呢，一共有大中小3个尺寸啊。卡戴珊呢，之前拍宣传照片的时候拿的是大号。Nicole Kidman 和杨超越呢，拍广告画的时候分别拿的是中号和小号。我个人觉得中号呢，应该是一个比较适合大部分人的尺寸。这次呢，我到店里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包，估计呢，终于他们是补货成功了。包包呢是采用了双锁扣开合设计，一个翻盖。在店里陈列的时候呢，这个翻盖就是故意不用锁扣给扣住的，营造出松弛感来。皮质呢蛮不错的，无论是外在还是内里都是很细腻光滑的小牛皮哦。目测这种皮呢，随着时间的沉淀，应该是会越用越好。五金件呢是金色的，上面呢是有一个很小很小的 Balenciaga logo 啊，也符合现在那种劲奢风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整体这个五金件呢做的成色是有一点点偏旧的，是故意做旧的，营造出那种复古感来。但是问题就来了哦，我左看右看就觉得这个包好像就是有点奇怪，大家感觉到了没有？就是它这下面的2道折痕吧，是做出来的，不是那种放在桌面上或者是地上它就会自然形成的褶皱，而是有一种很刻意做出来的感觉。大家仔细看，我做一个对比图会更加的明显哦。左边呢就是我的实拍图，是能够看到这下面2个这样荡下来的褶皱是故意做出来的，对吧？所以呢，我也没有觉得特别的慵懒随性，就觉得蛮累赘的。但是右边呢是广告图，就是没有这2道折痕的，很自然。这2个包是一个包吗？完全不像啊！我不是很清楚到底是广告图 P 图了，还是说用久了，这个包上的2道折痕就会自然变成广告图这种自然的形状呢？我不是很了解。如果有买过这个包的朋友呢，也欢迎留言补充一下，我真的太好奇了。不管了，背上试试看哦。我背的这个是中号，果然对我来讲大小是正好的，尺寸呢我也标注在图片上，大家一看就会知道。那这个包包呢可以放下日常所有的东西，包括 iPad 都是可以放得上的，除了不能放电脑，其他都是 OK 的，也符合现在流行的那种包比较偏大的那种流行趋势。
肩带呢是比较细的，目测背的时间长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累，但是这个肩带的长度不错，是可以肩背的。还是那句话，看着这2道黑黑的折痕哦，越看心里面越不舒服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能店员没有陈列对吗？哎，真是越看越奇怪。这款包包呢，除了可以单肩背，它还配了一根长肩带哦。你日常呢也可以单肩或者是斜挎背，还是蛮实用的。而且后面呢有2个很大的贴带，尺寸非常大，目测是很实用的。除了我在店里面看到的黑金配色之外呢，还有一个黑银的配色，相对来说呢我会更加喜欢。不过店里面没有这个配色。中号的价格是$4290，我的天哪！巴朗西亚嘎不过是一个2线的奢侈品哦，居然可以卖到这么贵哦，真的抢钱好吗？我真的是觉得不是很能接受哦。当然了，这个包应该是做工啊，还有皮质都是蛮不错的，但是这个价格也是有点离谱吧。那我相信肯定有朋友已经买了如果你们知道我关于那2个折痕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定要留言告诉我。Gucci 的这款 Jackie 包包呢，这2年又迅速的翻红了，尤其是这个安克拉红哦，从今年开始就席卷全球，一直到下半年，这股热度呢都没有退去。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Jackie 包包的历史吧。其实这个包包原来是叫做 Constance， 只是因为前美国第1夫人 Jacqueline， 也就是 Jackie O 特别喜欢这个包，所以呢品牌就索性用 Jackie 来命名这个包包了。给大家说一个有趣的事情哦，1964年，也就是 Constance 这个包包刚推出3年之后Jackie 就冲到了一家 Gucci 的精品店里面，一口气买了6个。从此之后只要他出街，几乎都会看到他背了各种各样的 Jackie 包款。这个包包呢是采用了半月形的设计，相对的是比较 slouchy 一点。而那个时候呢，市场上流行的包带结构是比较严谨的，也就是比较挺阔有型的那种。所以这个包包的出现呢，就是打破了原来那种包包的方正有力哦，带来了70年代轻松和优雅的感觉。新任 Gucci 的创意总监呢，在发布2024年春夏系列的时候，就从 Gucci 的档案中找到了这种浓郁的酒红色，命名为 Rosa Ancora， 也被我们称为安克拉红。而这款安克拉红的 Jackie 呢，是其中的大爆款达妹呢也背过很多次。我走进 Gucci 店里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包包，首先就被它的这个颜色所吸引了，确实非常的浓郁复古。想象一下，在黑压压的冬天里面，如果有这么一抹红很能够吸睛，而且是提升能量场的。包包的皮质也非常的好，泛着那种细腻的光泽感。五金件呢看着也不错，一点不廉价。这个金色呢看上去还蛮高档的，整个形状就有一点点像龙虾，有没有 ？Gucci 的 logo 呢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这个五金件和酒红色配在一起奢华又高级。内里呢是米白色的，也是真皮的，相对 Gucci 的其他包款来说，这个包包的质地确实是不错的。同时呢，它还有一根粗的肩带，是红绿相间的，更加 sporty 一点。而红绿相间呢，也是 Gucci 的经典配色。我背的这个是小号，对我来讲呢，大小是正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形状不要买太大，而且尤其是亮色包包，稍微小一点呢，更容易驾驭一点。背上它呢，就是一个经典的腋下包。这个包包其实是挺好看的，但它的问题呢，就是在于对于衣服的要求比较高。你看我那天穿的是亚麻衬衫就跟我这一身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要好好搭配一下呢，应该是蛮好看的。不过酒红色呢，要相比于其他的黑白灰来说，本来搭配起来就是有难度的，所以这个包包我觉得是可以买的，但是一定要注重搭配。包包的售价是$3400。同样，这个安克拉红呢，在店里面还有一个款式是有一点点偏有颗粒的那种感觉的皮质。那我个人觉得这样的红色呢，还是买亮皮款会更加好看。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接着就是迪奥了。迪奥这2年呢出了不少新款其中在2023年春夏女装秀上亮相了一个包包，叫做 Duru， 就非常的火。
这个包包呢是延续了 Lady Dior 腾格纹的行缝设计，同时上面有 DIOR 的金属配件。更重要的是呢，这个包包使用方法还蛮多的，可以把它的两侧拉开来，容量就瞬间变大了。而且手柄是可以调节的，直接就可以变长肩背。这个设计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蛮新鲜的。它是一个软包，也是有大、中、小3个尺寸。它既有 Lady Dior 的优雅，也有托特包的实用功能。很多明星都背过，比如说 Jisoo 啊、韩少喜都背的是他们家的黑色。我走进店里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包包，不过他们没有黑色，只有灰色。我看了一下这个实物啊，老实说吧，我觉得虽然是皮质的，但是看上去还挺塑料的，就不是很高级的样子。就是这个行缝设计就给别人一种感觉，就是那个行缝棉服，你知道吗？就把它作为一个包包来看就是不觉得很高档，然后就让我想到了我自己有的这个 MZ Wallace， 就是这样的行缝设计。当然它不是牛皮的啦，是尼龙的。话说这个包包来自纽约啊，我觉得所有的纽约人真的是人手一个，因为太实用了，也不是很贵$200就可以入。我觉得买它还不如买我这个 MZ Wallace， 不是吗？不好意思我当时真的看到这个包包，就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不值得。大家仔细看手柄是可以拉开来的，但是那天呢，我在店里面着急忙慌的就忘记拍了，大家可以自己想象一下。我觉得不是说这个设计不好，确实是蛮新颖的，但是呢，这只是我个人我个人还是喜欢一包一用我不喜欢有很多个变换的方法因为我觉得越复杂越容易坏，而且到最后都会成为鸡肋当然这是我的个人的偏见了，如果已经买了这个包包的朋友呢，欢迎也留言告诉我你的使用感受那个包包呢，风格还是很迪奥家的，就是很白富美比如说我穿的这种亚麻衬衫，就跟这个包包的风格是完全不搭的。所以如果你平时爱穿小裙子或者是偏那种白富美风格打扮的，我觉得也许可以入那个包。这个包包有一点我特别不喜欢就是你看它的侧面非常的鼓，和整个包包的形状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有一点比例失调的，鼓鼓囊囊的。鼓鼓囊囊的包呢就很难做出精致感所以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中号呢是$3900，那还是我的这个200块的包包更香，对不对？大家可不要小看它，我用了好多年我每次跨国搬家都会用上它日常买菜也会用它真的还不如买它。我等一下也会把链接呢放到描述框里面另外这个包包呢也是可以把它叠起来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它还有一个口袋把它塞进去你出差旅行也很好用。好了，扯远了，我们再说回迪奥的包包。在迪奥2024年秋冬大秀上呢，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包款，叫做 Nolita。这个包包的曲线设计蛮优雅的，自带慵懒感，和迪奥常见的硬挺包包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抽绳设计手柄是可以滑动的，拎起来呢有点像小吊篮，所以呢也有吊篮包的昵称。另外Nolita 的中文翻译呢就是奋斗，也代表着创意总监 Maria 为现代女性赋予的崭新话语权。看广告图呢还是蛮好看的，它呢是可以手拎还可以肩背还可以斜背等等的，背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我去店里看的时候呢，只有一个老花款，就是灰色帆布上面呢是深蓝色的印花。尺寸呢我也标在图片上，它是只有这一个尺寸。手柄是金色的，也是故意做旧的，更加能够呈现出一种复古的感觉来。内里是真皮的，皮质还不错，当然了外在是帆布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我手拎了一下感觉这个包跟我也是完全不联系这两个金属手柄拎在手上时间长了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呢金属手柄呢很硌手，你如果稍微放多一点东西呢，这个包包如果有一点点重就会很难受。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这个包包呢在店里面的时候塞满了纸撑，所以显得比较硬一点就失去了广告图里面那种慵懒随意的感觉。包包呢还有一个长肩带直接呢就是在两个金属环上面的，但是你这样肩背上去我觉得好奇怪整个设计你会觉得这个金属环看上去特别的大，跟整个包包的比例呢也不是很协调，整个设计呢也是蛮潦草的，好像就是实在不知道怎么加肩带了就这样加上去吧那种感觉。
当然，因为我那天穿的衣服可能不太对啊，所以我又回头去研究了一下广告图。广告图明明蛮好看的呀，但是啊，你仔细看，其实它好看是好看在模特好看、光线好看、氛围感好看。如果只关注包包本身啊，就会发现这两个手柄巨大，基本上是包身的一半这么大哦。而且这两个金属环的设计哦，大家感觉到像什么吗？就是很像体操运动里面的吊环运动，对不对？这是越看越像，不忍直视哦。这个老花款的售价是$4200，天哪，真的是外面是帆布的好吗？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吓人了。当然，如果你不想买帆布的话呢，它还有2个真皮款供大家选择，一个是黑色腾格纹配上金色的5金件，这个呢会更加的低调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光面的小牛皮，更加简约一点。但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这2个环的设计，我不是很能够 get 到它的美点啊。不过呢，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我不能 get 到的东西呢，不代表就是不对、不好看，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啊，只要你觉得喜欢就可以啦。我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啊，供大家参考。好，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最后一个呢，就是 Loewe 的 Flamingo。那先说 Loewe 啊，我自己是很喜欢 Loewe 这个品牌的，这个是我在他们西班牙旅行的时候买的一个小票夹吧，已经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了，到现在我都很喜欢，非常的实用，价格也不是很贵啊。那么这次我们会说的是它的这个 Flamingo 这款包包，其实这个包包并不是新款啊，但是呢，因为被奥运冠军网球选手郑钦文在巴黎出街的时候背了这一款啊，所以呢又迅速的走红了。说起 Flamingo 手袋的诞生呢，就要回顾到1970年代末了。那个时候呢 ，Loewe 破格利用了柔软的纳帕皮革来制作手袋，之后呢，在80年代初就设计出了 Flamingo 这一款。顾名思义啊，手袋呢就是以西班牙 Flamingo 舞蹈为灵感，运用锁绳弄出了褶皱，再加上皮革的柔软触感，看起来呢就像舞者穿着的裙摆一样热情灵动。之后呢，这款包包也经过几次改动，但是大差不差，基本上长的形状是差不多的。这款包包呢也有云朵包的昵称。我去店里的时候呢，并没有看到郑钦文同款那一个，我试的呢是一个绿色的 Flamingo 包包。皮质是真的很好，非常非常的细腻，里外都是皮，它是一个抽绳的设计，上面有2个结。不过呢，可能是因为金属链条，我觉得还蛮好看的，所以这个没有金属链条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沉闷哦。它呢是自带一根长肩带哦，你可以肩背或者是斜背。同时呢，这根长肩带是可以藏进包包里面的，也可以拿作手包用。这款包包呢是2850，回家之后呢，我又看了一下郑钦文同款这一个，就是有金属链条的这一个。它这个呢不是纯粹的金属链条，而是皮穿链，倒还是做工不错的。还有一根呢是普通的皮质链条，等于说一个包包有2个不同的链条，价格是$3650。我的天哪，一个2线奢侈品牌的包也买到那么贵哦，真的现在真的是买不起啊！好看是蛮好看的，但是你问我会不会买啊？我大概率是不会买啊，因为市场上出了很多这种包款的平替，比如说 COS 最近就出了2个，一个是迷你号$135，真皮的皮质非常的好，它也是一个抽绳的设计，还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款式，搭配粗肩带$190。当然了，肯定皮质啊，还有整体的造型肯定不会如Loewe这么的好看哦，但是价格也是相当的美丽啦。那大家就各取所需就好了。好了，一口气分享了我最近去逛街的一些收获，以及4大品牌的新款包包，大家最喜欢其中的哪一个呢？如果我有说到一些比较 negative 的 comments 啊，而你已经正好买了这个包包的时候呢，请大家也不要见谅，因为各花入各眼嘛，所以这个世界才丰富多彩呢。那大家还想看什么品牌的什么包款的包包呢？我也会去店里面帮大家试，来做下一期的长影片分享的，记得留言给我。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喜欢这支视频呢，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那我们就下次见哦，一定要订阅我哦，拜拜。